后来好不容易，他们凑够了银钱，赎了身，回乡途中，那女子却又被一恶人看中，要强女子回去做妾。他们连夜奔逃，东躲西藏，最后藏到了这个村子。听说槐树有灵，那女子来到这村子后，日日来槐树下祈祷，祈祷夫婿平安，祈祷别被那恶人再追上。眼看着这日子逐渐好转，却又波澜再起。那女子因为有几分姿色，夫婿常年不在家中，引来了无赖的觊觎。这贼子是仙门世家的旁支，他屡次想非礼这女子，都被女子侥幸逃脱。后来那贼子逢人就说女子是贱籍，残花败柳，水性杨花，败坏女子名声。村民不辨真假，对女子指指点点，往日常来常往的沈婆姐妹也道路以目，避如鬼魅，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再没人比魏无羡更能清楚流言蜚语、恶意谗言的杀伤力。魏无羡红了眼角，仰头又喝了一大口酒。那货郎回家听闻后大为震怒，一怒之下冲到贼子家中辩理，却不曾想失手将贼子重伤。贼子家人追来，打死了货郎。呜呜，柳英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蓝景怡和蓝丝追听得红了眼眶，双手握拳。魏无羡仰头又喝了一口酒。如此还不够，柳英捏紧了拳头，哽咽着说，他们把那女子拖到水井前，让全村的男人都。女子想自尽，他们却说，如果女子自尽，就杀光全村的男人，把女人都送进妓院。似乎想起那凄惨的景象，柳英的泪水渐渐变成了血水。槐树有灵，赶走了恶霸，却被村人指责他不该救那肮脏的女子。女子不堪其辱，跳井自尽。那贼子果真引来了仙人，仙人们告诉村民，焚了槐树，他们饶村民不死，不然就屠了村子。柳英垂头，不再言语。剩下的结果也显而易见了，想必是村民为了自保要焚烧槐树，棋差一招，被槐树先下手为强吧。魏无羡轻声地说，正是。柳英抬头，泪光闪闪，老祖，槐树虽是妖，本不是坏妖，也是逼于无奈，恳请老祖救救他。可从他开了杀戒那一刻，就已经无法回头了。魏无羡长叹一口气，颇为惋惜地说，老祖，世间安得两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魏无羡叹息着摇了摇头。那后来那些行脚上呢？蓝景怡追问道，他为什么要杀他们？那是他们该死。他们不知从哪里听说槐树下有宝，商量着半夜去刨了树根。那真是嫌命长了。蓝思追和蓝景怡都摇了摇头。前2次杀人，你可有参与？魏无羡郑重地问道。没有。柳英摇了摇头。魏无羡点了点头，没有人命官司，倒是不妨碍你重新投胎转世。去吧，去投胎吧，不要再跟着他作恶了。那他，柳英有些欲言又止。这是他的劫难，既是入了道，不管是妖道还是仙道，必然就知道因果。你若再帮他，不仅不能帮他减轻罪孽，反而加重罪责。魏无羡站起了身子，摆了摆手，既然没有沾染恶业，我也不为难你，早日投胎去吧。如若有缘，你们来世或能再见，何必拘泥于一时？你那郎君必然还在下面等你。柳英端正的一礼，谢谢老祖。小女子告辞。送走了柳英，魏无羡带着蓝思追和蓝景怡回到了镇中。众人围了上来，蓝景怡把女鬼柳英的遭遇转述了一遍。众人一听，都唏嘘不已。天色逐渐方亮，惊魂的一夜总算是过去了。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呢？就不能帮助他除了？看着蓝忘机冰冷的眼神，蓝景怡本就小声的嘀咕，也慢慢没了声音。杀了人，他就有了魔性，若是不管，必然成大患。魏无羡轻声说道，心地善良必然是好的，但也要因人而异。是。蓝景怡和蓝思追点头应是。妖灵之修本就不易，一旦沾染上血，破了杀戒，再无可能回头。蓝忘机沉声道。魏无羡轻轻拍了拍蓝忘机的手，好好教导就是了，他们还小。蓝忘机微微颔首。蓝景怡心下大定，有位前辈在就是好，要不然韩光君回头一定又要罚他了。众人退回附近的仙门据点，稍事休息后，又聚在了一起商量如何对付这棵古槐树。可惜啊，
千年修行，亦遭误入歧途，前功尽弃，真是可惜。赶来支援的宋氏家主也叹息着说，收到仙都的指令，他们附近的几个仙门立即日夜兼程，赶过来支援，可惜还是没赶上昨晚的那场大战，还不是那些恶人作孽。欧阳子珍愤愤不平地说，